日前，国新办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继一季度实现开门红后，目前中国经济表现如何？近期，美国再次挥舞关税大棒，打压中国新能源产业。为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发声，对美方此举表示反对？近期还有多家国际金融机构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来看报道。 尽管近期美国以产能过剩为名对中国的电动汽车等产品施加高额关税，但我注意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却愈发坚定。包括经合组织在内的多家国际机构近期纷纷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全年增长的预测。面对彭博社的追问，刘爱华以4个词概括了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潜力：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 他强调，随着我国经济内生动能持续增强，社会预期不断改善，有能力、有韧性应对外部冲击，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不会改变。对于美方挥舞301关税大棒，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显示出比较强的韧性和潜力，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有利于不断的巩固和拓展国际市场和发展空间。 那么从贸易伙伴看，我国的贸易伙伴丰富多元，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的贸易伙伴，外贸也具有比较强的韧性和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认为，美国加税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有限，甚至是一记空拳。多项研究也证实，加征的关税将由美国消费者买单，推升美国通胀水平。 不管美国怎么以产能过剩为名来对中国加征关税，它都无法打击中国的包括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这些产业的发展的势头。而中国大量的新兴产业，其实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正在日益的提升，而这些产业其实正是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载体，也是我们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引擎。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期多部门推出组合拳。 就稳定房地产出招，有力进一步提振经济发展信心。17号，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全面降低购房首付和房贷利率，取消全国层面首套和2套住房商贷利率下限，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央行还将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同一天，全国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视频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要继续坚持因城施策，打好商品住房烂尾风险处置攻坚战，扎实推进保交房、消化存量商品房等重点工作。 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受到外媒高度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工业生产持续成为中国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4月增速加快至6.7%，超出市场预期。法新社称，随着经济呈现不均衡复苏，有关部门最近发出了加大支持力度的信号，首批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宣布发行，预计将有助于提振年度经济增长。And that they can be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in their policy approach, and I think. The affordable housing angle to this, Melissa, is really creative, but I certainly think the policy signal is positive. We did see some pressure on the latest consumer data coming out, and then you take a look at the industrial numbers actually, and they pointed to signs of strength there, and we're seeing that play out in some of the commodity trading, especially oil, that movement to the upside here. 受1季度以来经济持续向好的积极影响，近期多个国际组织和咨询机构上调了对中国全年经济增速的预期。 欧盟委员会在春季展望报告中，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到4.8%。亚洲开发银行预计，今明2年中国将贡献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46%。美国管理咨询服务公司科尔尼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大，政策环境稳定积极。近年来，中方推出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等措施，有力提振国际投资者信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巴奈特近期透露 ，IMF 将在5月上调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速的预期。And this year, we again forecast that China will account for over a quarter of global growth. We also know that faster growth in China has positive spillover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深圳卫视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猛批拜登政府大幅提高部分中国商品关税的决定，认为
贸易和技术的可获得性门槛提高，有可能引发崩溃的连锁反应。该组织警告，世界最大的2个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损害全球贸易和增长。The U.S. would be better served by maintaining open trade policies that have been vital to its economic performance. We also encourage the U.S. and China to work together toward a solution that addresses the underlying concerns that have exacerbated trad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more broadly, we urge all countries to work within the multilateral framework to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刘英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组成的3驾马车机制，是2战以来形成的国际通行的维护国际贸易和金融的秩序。这3大组织都倡导降低关税，而不是逆潮流的加税。当下正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期。那其实美国的这种做法呢，它不仅仅是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它实际上破坏了世界的贸易的秩序，破坏了市场的秩序，破坏了合作的原则。深圳卫视注意到，包括美国跨国企业在内的多家大型外企近期追加在华投资，中方也积极回应企业的投资诉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据悉，5月13号，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建设项目已完成施工许可证核发，这是特斯拉在美国本土以外的首个储能超级工厂项目，预计明年1季度就要实现量产。华尔街对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建设项目获批反应积极，当天特斯拉股票上涨2.03%。实际上，马斯克4月底突然访华后，特斯拉股票更是一天飙升15%，5天累计涨幅超40%。马斯克身价暴涨900亿美元，令国际资本市场再次对中国市场和制造业的能量感到惊叹。有观察指出，不论美国政府怎么做，美国的企业还是要以利为优先，还是会参与中国的市场，而不会退出。那特斯拉正是他看好了中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从而获利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正是因为中国的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包括中国的一流的营商环境，是让全球任何一个企业都没有办法忽略中国的市场。不论是美国政府他怎么做，怎么加征关税，都不能阻止美国的企业来投资中国，来在中国获得长久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印度防长日前透露，印度将很快开建第3艘航母，这也是该国的第2艘国产航母。那么，印度的航母雄心究竟有多大？目前，印度海军航母战力究竟又如何？来看报道。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宣布新的造舰计划后，还明确表达了超越3艘航母的雄心。他说：“我们不会就此止步，我们将再建造第5、第6艘，甚至更多。”印度论坛报称，辛格此番表态正值中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成功海试之际。此番表态显露出印度的航母雄心。印度是2战后首个拥有航母的亚洲国家。1961年，印度从英国采购2艘轻型航母大力神号，改装后更名为维克兰特号，并加入印度海军。由于拥有航母时间早、使用经验丰富，印度海军长期维持印度洋海域仅次于美军的战斗力。维克兰特号在1971年印巴冲突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累计出动超过4000架次舰载机，对东巴基斯坦的海港及军事基地实施攻击和封锁。直到1997年，印度海军这艘功勋卓越的航母才正式退役。但由于它的知名度很高，印度2022年入役的首艘国产航母也被命名为维克兰特号。印度海军目前有2艘现役航母，除了维克兰特号，还有1艘2004年从俄罗斯购买的维克拉马蒂亚号。值得一提的是，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长262米，宽62米，满载排水量约为4.3万吨，最高航速28节，能够搭载约30架各型舰载机，包括米格29K 战斗机、卡31空中预警直升机、MH-60R 多用途直升机以及印度制造的先进轻型直升机。随着维克兰特号入列服役，建造第2艘国产航母的呼声在印度内部高涨。据印度教徒报早前报道，印度海军最初关于第2艘国产航母的建造设想非常大胆，希望建造1艘排水量达6.5万吨、采用弹射起降方式的超级航母。但该计划中的航母建造成本和配套舰载机采购费用高达上百亿美元，印度军方根本无法承担。最终，印度军方不得不降低预期。去年9月，印度国防部收到印度海军提出的关于建造第2艘国产
产航空母舰的提案，并决定仍交由科钦造船厂建造。去年11月底到12月初，印度曾就建造第2艘国产航母展开讨论，否定了之前提出的建造6万吨级维沙尔号航母计划，决定斥资50亿美元建造一艘排水量4.5万吨的中型航母。印度防长辛格近期也证实了这一计划。它的第2艘这个国产航母可能会针对维克兰特号这个设计进行一些优化，国产化程度给它更高的提高，等等。那而且这个针对维克兰特，它可能服役到目前暴露的一些不足的部分予以进行改进。我认为这个是印度在练就更好的身手，在伺机设计和建造更大型、更复杂的航空母舰。我认为就未来的发展路线图应该朝这个方向走，比较合乎逻辑和事实。实际上，印度舆论对该国第2艘航母的进步感到失望，因为维克兰特号虽然是印度国产，但在技术上却是万国造，大量关键子系统来自国外，其燃气轮机和拦阻索来自美国，舰载战斗机是俄罗斯的米格29K， 未来还将替换成法国的阵风 M 舰载机，防空导弹和雷达则来自于以色列。采用万国造就意味着技术上受制于人。此外，维克兰特号从建造到服役花了13年，分析认为第2艘印度国产航母肯定会比这个速度要快，但建成后，印度的3航母配合性能却仍将打折，因为维克拉玛蒂亚号由俄罗斯船厂代工，采用的全是俄罗斯制式的装备，而现在印度快速倒向美国的印太战略，大幅增加对美国的武器采购，因此很多技术都无法与维克拉玛蒂亚号匹配。还有观点认为，维克拉玛蒂亚号于1982年下水，目前已是42岁的高龄，等第2艘印度国产航母造好，它也该退役了。因此，印度的3航母梦想仍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印度人觉得所谓的印度洋就是印度的海洋，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印度洋的主宰。当然，印度洋那么广大，因此它针对不同面向的一些任务和威胁的要求，它航空母舰自然而然会提出可能3艘以上这样的计划。如果说它技术还有整个造舰的能量获得很大的提高，更多的是就是它国产化自主成分获得提高以后，我认为印度它势必会走出更大的步子。但所有的前提就是印度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经济活力，它的国力那逐渐上升，稳定上升。如果没有好的经济，事实上这些计划要付出落实的几率或者难度，就会很大。